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6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建美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其实有2个主题，但是有一个传言啊，我们来讨论一下。传言是什么？讲王岐山叛逃啊。那么这今天下午在推特上的一个传言。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欧美联合声明，追查这个武汉病毒源头。另外一个就是拜登政府撤回这个微信和 TikTok 的禁令啊。那么我们今天先讲讲这个王岐山叛逃。我是今天下午在推特上看见魏京生这个民运人士魏京生发了几个字就是王岐山叛逃啊。那么后来据说是他把它给删了。然后我又看到有人在 YouTube 上面讨论这个问题，我后来在一个网友的这个转发的过程当中，我回了一句话，我回了一句什么话呢？我当时这么说，我说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我从来没有见到就像这个级别的新闻，像这种级别的新闻，会是由这样的媒体。这样性质的媒体报道出来，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把这个事情翻过来讲，也就是说，不是专业的媒体很少，我就没有见过就是说，这种重大的新闻是不是由专业媒体报道出来？所有的这种级别的重大新闻，都不是个人报道出来，都是机构报道出来。为什么？大家知道我们在跟进新闻的时候，它不会是，你要知道你看到的所有的新闻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部署、酝酿、跟踪，最后找出来的，不会天上掉馅儿饼就这么掉个东西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就算我们现在我们不讨论来源的问题，我们就讨论这句话的问题，我们看它有没有可能性。这里面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王岐山应该是他的原来的大秘董洪董洪应该是在审，在哪审？我刚才看了一眼，没仔细看。董洪是在被审呢，跟着这个新闻就跑。这个新闻应该是跟着这个来说的，我看一眼我刚才没因为在忙着在整理这个其他的资料，没有太跟董洪是原来是中央巡视组的组长，那他原来也是这个王岐山的秘书那他在哪审呢？我看看。山东青岛省开始审，那么中央巡视组的副组长那么原来是王岐山的秘书。当然这个新闻跟这个是有关联的跟这个有关联。那到底我们先说说看这件新闻靠不靠谱？第一个靠不靠谱就是王岐山要不要逃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逃不逃得了我们先说第二个问题，王岐山现在是国家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如果按照级别来说就是副国级，以副国级的保安级别来看很难逃，以他的现在的身份中共对这个高干的保护其实翻过来也是劫持，是非常的严密的说他每天的行程都有人管着的，所以不是那么容易逃，这第一个所以你说有多么厉害的手段去逃，他跟习关系翻脸那我想中央警卫局对他的关照会更多一点嘛，所以哪那么容易逃？大家想象一下，中共的高官里3层外3层特别到了国级这个级别，那个保安严密程度超出你想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为什么要逃？就是说他通常逃
中国要逃，你只能在现在我们能够找到的案例是谁？就是林彪嘛，林彪逃城了吗？没有逃城，最后还用导弹把他打下来。所以我不觉得，第一，我不觉得以王岐山他现在的这个身份，他需要逃，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未必逃得成，而且叛逃这件事情，他虽然跟习近平翻脸，但是他毕竟性质还是不一样，他还是党内的同志，所以我老实讲，我一上来我就不相信这个消息，这是不可能，这是在现代政治当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还是那句话，请大家千万要小心一点，在中文世界，特别是在简体字世界，特别是在海外的简体字世界，这种传闻都不需要相信，还是去相信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新闻机构的报道比较靠谱一点，特别是这种硬事实，越是硬事实越不能相信这种传言。那么之前也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传言，什么还有其他的级别的叛逃等等，我都不相信。为什么？叛逃意味着什么？大家想一下，大家记得王立强案吗？王立强就是叛逃，叛逃之后他第一件事干什么？他一定是找谍报机关或者是国家安全机关，找对方的国家安全机关。那他找的就是澳洲的情报机构，找到他们，告诉他我是干这个的，我有东西要告诉你们。为什么？他寻找人保护他，他如果不找到人保护他的话，他叛逃不就等于是找死吗？所以王立强上来就找到澳洲的情报机关，澳洲情报机关把他安排好、保护好，然后干什么？掏料要多长时间？通常1-2个月时间吧。然后1-2个月之后，一步一步的把它部署出来，先做一段采访，然后再放一段料。王立强案，澳洲的情报机构用了多长时间？整整用了跨度，就是把新闻曝光一直到最后，用了多长时间？将近2个月的时间，横跨整个台湾大选。所以他用这个情报，用这局情报战，那你想一下，有可能情报机构接到了一个重磅的人物来，然后消息就走漏出去，混什么呀？这情报机构还怎么混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他要把这个料爆出去。那如果他刚刚来，你就爆出去，你料还没拿完，你怎么去爆这个料？怎么部署爆？你看王立强案，那就是第一轮、第二轮层层推进，新闻一直跟着往前跑。那如果你想真的有人叛逃到美国来，那3个月以后还看时机什么时候才放出来，怎么可能会被魏金生这种业余级别的自媒体人报道出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正道上吧，啊，好吧，那我们先讲这个拜登总统出门啊，这是他任内第一次出访，为期8天，第一站是去英国。那么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啊，就是欧美联合声明。欧美联合声明是拜登这次去英国参加什么呢？7国集团峰会。7国集团峰会之后，他会跟什么？他会跟欧盟的领袖举行首脑会谈。首脑会谈之后会有个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已经出来了，为什么？因为联合声明在拜登总统出访之前
双方就要开始讨论。所以欧盟拿到了他们的版本，给谁呢？给他的成员国讨论，因为他们的联合声明，所以这就是欧盟的机制啊，欧盟的机制，欧盟就要自己先内部讨论，同不同意？同意是吧？同意，好，那我们就跟他一起签联合声明，等他来了以后我们就签。这个版本已经露出来，这个版本露出来什么意思？这个版本露出来意思就是双方已经搞定了，双方已经达成了联合声明，所以这个拜登去访问、去会谈的时候，这个生意已经谈，所以每次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这样。出访之前把所有的事情全办完了，领导才去啊。所以拜登总统这次今天等于是出门啊，第一次出门，第一站是英国，然后就先去看这个美军基地，看望当地的官兵啊。然后6月10号，在这个英格兰的康沃尔郡啊，康沃尔郡见英国首相约翰逊啊，这6月10号，6月11号七国集团峰会，从11号开到13号。那么那个时候呢，拜登总统在这期间就会见七国集团的各国首脑啊，全部都要见一遍。然后13号呢，这个七国集团峰会结束的那天，他会去温莎堡啊，见谁呢？见这个英女王伊丽莎白2世。13号从英国去哪儿？去布鲁塞尔，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峰会啊，所以这边是七国集团峰会。七国集团峰会完成之后，就去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呢，开完了呢，第二天就和欧盟领袖啊，一个是米歇尔，一个是叫什么哎呀忘记名字了，进行首脑峰会。然后16号啊，首脑峰会完了以后，16号就去日内瓦见谁？见普京。所以这一趟非常重要，也很关键，全是非常重要的国际组织啊。那么白宫方面强调，拜登这次欧洲之行目的致力于团结民主国家，共同制定21世纪线路规则，捍卫民主价值观，并应对世界上最大的挑战啊，这白宫说的啊。那么实际上呢，这次欧洲之行考验拜登，他能不能修复和盟友的这种关系啊？他就这次是考验他啊。那么欧盟国家对川普时期美国优先的政策是不满的，其中2个主要的方向，一个方向就是关税打贸易战，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美国的各种退群啊。那么上飞机之前，拜登对记者说他说这次去欧洲的目标就是加强联盟，向普京和中国表明，欧洲和美国是紧密团结的啊。他说他会宣布一个全球疫苗计划，全球疫苗计划今天实际上已经曝光了，就是美国政府还会买5亿疫苗，采购5亿疫苗，5亿疫苗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辉瑞疫苗，然后和全世界分享啊，然后会再选择再买2亿，就是5+2啊。那么什么意思呢？美国就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美国政府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疫苗供应商啊。然后呢，这一次呢，但是这5亿的这个价格就不是$20了啊，$19.5，不是19.5，$19.5就是每个政府向辉瑞采购的这个疫苗的价格就是$19.5。那么这次的价格是按照非盈利性质的价格购买，到底多少不知道啊。那么大部分的这个疫苗会通过这个 COVAX 机制啊，就联合国的这个分享计划，向全世界分发。然后呢，他还会在这个七国集团会议上要求其他的富裕国家一起来向这个穷国提供这个疫苗啊。那么
那么部署是今年是2亿份，明年上半年3亿份。另外还有可能跟谁呢 ？Moderna 和强生买啊，就大概是这样。好，这个疫苗我们就讲这么多，我们讲讲这联合声明。路透和其他的媒体都已经拿到这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有7页纸。那么现在正在由欧盟各国大使在讨论，应该是差不多流出来就应该是定稿了啊。那我讲讲它的内容。第一，双方承诺在7月11号前达成飞机制造业争端的解决方案，就是波音和这个美国、欧洲的这个飞机制造业啊。第二，双方努力在12月1号前取消钢铝贸易争端中加深的关税啊，就是关税的问题啊，这都是川普政府打的贸易战啊。第三，双方建立加强半导体供应的伙伴计划啊。第四，双方就中国政策进行密切合作，在各自对华政策框架内就所有问题进行密切磋商与合作，其中包括合作、竞争、对抗等因素啊，这是第四。第五，对首先发生在中国武汉发现的新冠病毒起源进行新的调查。声明说，我们呼吁在透明的、基于证据的关于新冠病毒起源的研究方面取得进展，而且不受干扰。这是第五。第六，设立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简称叫 TTC， 制定贸易和技术全球规则，包括隐私、数据完整性和个人尊严等，对科技巨头进行监管，控制技术供应链管理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以及世贸组织进行国际机构合作。欧盟官员透露，美国和欧洲的联合声明中重点关注3个核心领域。第一个核心领域，通过建立国际贸易和技术标准的跨大西洋合作来反击中国，共同决定在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关键供应链问题啊，这个领域主要是由美国方面倡导啊。那么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将会围绕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竞争力、数据治理和技术平台设立欧盟美国小组，建立跨大西洋的标准。文件说，我们承诺在重新平衡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方面建立欧盟美国伙伴关系，以加强欧盟和美国各自的供应安全，以及设计和生产最强大和资源效率最高的半导体能力。这是第一个领域。第二个领域是在数字领域促进民主价值观啊，那么包括回击专制政府对互联网的钳制，并在国内促进民主原则。这句话可圈可点，会不会这句话背后意味着中国的防火墙就可能被干掉呢？那比如说开放和公平的市场最终可能导致监管协调，因为欧盟跟美国都寻求通过新的数字立法。双方还将重点改善科技领域竞争政策和执法方面的协调，包括成立一个专门的政策工作组来研究数字反垄断问题此前七国集团的监管机构在今天晚些时候举行会议，协调对数字市场日益被少数科技公司主导的反应。这是第二个领域，就是在数字领域促进民主价值观第三个合作领域是促进欧盟和美国之间的创新和投资那么在这个领域，双方都努力与中国自上而下的经济模式竞争那么利用美国和欧盟经济实力，
成立合资公司，促进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那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欧盟的态度呢？欧盟的态度在6月份之前，欧盟的态度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个巨大的改变是由什么推动？这个巨大改变的推动就是欧盟对新疆几个主要官员的制裁，导致了中国的反制裁。中国的反制裁导致了中欧投资协定的被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冻结其实标志着欧盟和中国的分道扬镳。那么这也促成了美国和欧盟之间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修复。所以我们评价一下啊，第一，拜登总统基本上完成了与欧盟关系的修复工作，你通过这个协议可以看出来啊，联合声明可以看出来。那么双方再次成为紧密的、可靠的政治盟友。这对当前这个中美对抗的这种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这非常重要。所以这次拜登总统的欧洲之行非常关键啊！他和什么呢？他和菅义伟首相访问美国的重要，甚至比他还更重要。因为欧盟相对日本来说，它的政治地位更强大啊。所以你可以看，拜登总统的工作进展很快啊，4月份搞定了4国集团啊，4月份搞定啊，5月份搞定日本，6月份搞定欧盟啊。那么美国组建价值观联盟的这个工作基本就绪啊。那么中美对抗的这个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看这联合声明，你可以知道，这不仅仅是个政治表态，不是的，它实际上有具体的成果。这个具体成果别的我们不说，其实有2个重点。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对华政策。那么对华政策有2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放到标题里面去了，就是双方推动对武汉肺炎病毒溯源的调查，这双方的共同立场，这个很重要啊。你现在你看完这个联合声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拜登总统他向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提出要求，3个月之内拿出报告来。为什么是3个月？为什么是3个月？因为他要跟其他的盟友协调立场啊。这现在欧盟的立场已经协调完了，欧盟也支持推动武汉病毒溯源工作啊。那么溯源工作是什么？溯源工作是追责的前提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非常重要的对华政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双方在对华政策上的全面的合作啊。其实一句话讲完了，双方采取一致行动，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联合声明提到的欧盟和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TTC 啊，这个是很厉害的东西啊，非常厉害。大家知道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呢？这个东西是制定贸易和技术的标准和规则的。他们联合起来，欧洲和美国联合起来，也就是大西洋联盟，去制定全球化的贸易和技术的规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就是孤立啊，这就是孤立。它从标准、从规则上进行什么？进行孤立，这其实就是一种孤立。如果再把日本、把澳洲、把印度拉进来，这就变成未来数字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所以大家知道，大家要明白，这个东西是非常厉害啊，非常厉害。目的只有一个，排斥中国啊，把它排斥在制定规则、制定标准的这个参与者
就不让你参与这个标准。不过呢，过去4、5年啊，美欧双方经历了多少多少少经历了一些风雨啊，那么双方也不可能再回到冷战时期的那种关系啊。冷战时期，美国跟欧洲的关系那好的一塌，那就是穿一条裤子。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么现在情况不一样，这也是欧盟为什么要成立的原因。所以呢，双方已经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但是美国、欧洲这一次协调立场，对中国来说，那是巨大的政治压力啊。这是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就是拜登政府撤回微信啊和 TikTok 的禁令啊。我把它详细的讲一遍，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讲清楚，到底他在干什么啊？6月9号上午，美国总统拜登签发行政命令啊，撤回川普时期对微信啊，他几个微信、TikTok、支付宝、QQ 啊，涉及这几个手机应用程序的3个禁令，其实是3个禁令。同时，他命令美国商务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就美国个人信息安全、外国敌手开发的软件应用和威胁美国经济和基础设施的软件应用进行调查，并且报告。它是2件事，第一件事情，把川普的3个禁令停掉，然后要求这个商务部和国家情报总监啊，你们要做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针对个人信息还有这个美国经济和基础设施的软件啊进行调查啊。那么撤回的禁令，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川普总统2020年8月6号发布的啊，禁止美国人士啊，大家什么叫美国人士？就是美国个人和美国的实体啊，就合在一起，叫美国人士，在美国从事和微信和 TikTok 相关交易的2个行政命令，这是2个行政命令啊，一个是微信，一个是 TikTok 啊，这是第一个，8月6号同时发布啊，这2个行政命令。第三个是川普总统于2021年1月5号发布，禁止美国人士参与同支付宝、QQ 等8款中国相应的软件应用开发者和控制人及其子公司的交易的行政命令啊，这是3个行政命令。然后新的行政命令说，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OMB 和相关政府单位应该立即行动，撤销上述川普政府政令相关的命令、规则、规章、指导方针和政策或其中的部分。同时，上述行政命令设立的任何人事职位、委员会、工作团队和其他实体应依法废除。白宫后来的这个简报中说，拜登撤回的3个禁令中有2个待诉讼决定啊。那么待诉讼决定就是正在打官司啊，简单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川普总统发布交易禁令之后，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和 TikTok 分别在2020年的8月和9月在美国地方法院告川普啊，那么分别获得了法院发出的初步禁止令，所以呢，它实际上这3个禁令就没有实施，因为这个地方法院的初步禁止令啊，然后这2个案件都上诉到上诉法院啊。那么2020年的2月10号到11号，美国司法部分别向上诉法院提交申请，说美国商务部正在重新评估啊这个针对 TikTok 和微信的禁令，所以上诉法院暂停2个案件的审理。大概是这样。那么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发起人之一，这个律师朱可亮6月9号说啊，美国政府已经跟他们联系了，双方将共同提交动议申请，然后在法院撤诉啊。大概是这样。那么
虽然解除了这个相关软件的禁令，但美国政府表示，仍然将根据川普政府2019年5月15号的行政命令，以及该行政命令宣布的信息和通讯技术服务供应链方面的国家紧急状态，继续调查美国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以及外国软件应用带来的危险。那么他的川普这个拜登总统的新的行政命令要求几个，第一个，120天内，美国商务部长和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国家安全顾问协商后，要提交一个报告建议，防止美国个人敏感信息被出售、转移或者访问造成的损害，阻止外国敌手获得大型数据库所造成的危害。这是第一个，这个原因是导致了 TikTok 和微信美国川普政府提出这个禁止他们两个应用程序的原因所以他把那个行政命令撤掉，然后进行调查然后进行给报告行政命令还要求60天内，那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要向商务部长提供上述危害的威胁评估，然后国土安全部长向商务部长提供漏洞评估然后要求180天内，美国商务部长在与国务卿、国防部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协商后，要提交一个报告，对于外国敌手控制或者管辖的软件应用，就如何采取额外的行政和立法行动进行建议，给美国总统提供建议那么美国商务部长需要对如下软件应用的交易进行持续的评估其实讲到底是什么？就是把禁令撤除。为什么？因为禁令在打官司。那么先撤除禁令，然后就这些风险漏洞进行调查和评估就是一件这样的事评价是这样就是说禁令因为官司因为在打官司那么实际上是没有发生的。那么禁令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就是美国个人资料和基础设施有风险这件事情要进行堵漏洞，所以官司再打，干脆把官司停掉，然后先把漏洞堵上，就是全面评估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这件事情毫无疑问会受到共和党的攻击拜登总统的这个动作肯定会被攻击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先把这个行政命令给撤掉？从逻辑上来说，如果拜登政府要沿着川普政府的线路走的话，他应该把这事情翻过来做一遍。什么叫翻过来做一遍？他要先去调查这些敌手的软件对个人信息有没有产生威胁，然后是对美国的基础设施有没有产生风险，有拿的这些证据就通过一个行政命令就全给禁了，而且制定一个禁止的标准，怎么样去禁止，在什么条件下禁止，以这个为前提去颁布一个行政命令，就是对号入座了。然后在打官司的时候，美国政府就握着一堆的材料，官司能打得赢。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川普政府的官司一打就输？原因是他手上根本没料，因为他没有做调查，那他就会遇到什么？遇到我们叫司法挑战。那么 TikTok 也好，这个微信也好，去找他打官司，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威胁了个人信息的安全？如果你没有手上没料，你司法挑战你就会输掉。理论上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过程
否则的话你就是一拍脑袋。所以美国总统权力非常的大，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一个人，但是美国总统是不可以为所欲为的，因为这边是司法，这边是立法，都会对他的权利造成制约，这就是个非常典型的案例。跟进一下昨天的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将会重启美台贸易投资谈判啊。那么消息透露，美国和台湾的贸易投资谈判最快是6月10号，就是明天开始啊。那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号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时候透露，说美台正在或者即将就框架协定进行对话，然后台湾的这个经济部回应，这个布林肯公开表达美台正在讨论开展对话是一个正面发展的信息，台湾方面积极争取与美国开展贸易暨投资框架协定，就是TIFA 的复谈啊。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个贸易代表办公室动作很快，消息一出来这边就安排要做啊。说明什么？说明2点。第一点，拜登的团队他们互相各个部门之间各个成员之间协调性很好。你看布林肯一说，这边马上配合，这个很给力啊，就是他们这个团队的协调性很好。这跟川普时代就完全不一样啊！川普时代记得吗？当初这个莱特希泽和这个蓬佩奥为了这件事情差一点翻脸啊，就是双方就不协调，根本完全对立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的确是美台之间是要谈，只不过因为布林肯先把这个消息放出来，所以呢就把这动作往前提呗啊，大概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好，明谢Sunny 丁，谢谢，唐伟，谢谢 Jennifer 2017，谢谢 Mike 朱，谢谢。TT 谢谢啊。观点，出逃的最有可能应该是国安或者是军队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有能力在现阶段出入港澳地区的特权人物。去年孙立军的突然被拉下，应该是一件涉及疫情起源的敏感事件。这次如果有机会出逃，应该是与孙立军有相同权限的官员，未必是名号被公众熟知的人物。我不相信这类传言，我完全不相信这类传言。以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来看，这种传言和什么有关？和这个外宣有关啊，和外宣有关。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王岐山是海外媒体骂的最多的人。谁在骂他？我不说，你们都知道啊。那么王岐山还有一个二王，这个王沪宁也是定期要敲打的人。谁敲打他？习近平啊！习近平要敲打2个姓王的，一个是王岐山是他的盟友，政治盟友，他权力非常的大，所以定期。王岐山最火的时候，海外都有定期出他的各种说法的，这是海外的大外宣帮习近平敲打王岐山。同理，王沪宁也是一样，王沪宁也是每隔个一个季度半年吧，就会有人跑出来传一下这个王沪宁的某种消息，王沪宁要下台啊，王沪宁又怎么着啊，这都是习近平的爪牙对他身边的这些人的一种叫什么，一种手腕啊。所以包括这一类什么之前的这个孙立军下台等等这些故事，你就当故事吧
所以我通常我不报道这些东西，因为第一，我不愿意做别人的枪使就是说帮助某些人去做一些这种事情其中包括什么呢？其中包括比如说想讲这个蒋金珍蒋金珍这个死了，先说他身体不好，后来讲死了，后来又讲他这个大权旁落他妹妹身上等等这都是大外宣的工作。就是你去帮他说这个，等于就是当枪使，我不愿意当枪使。有更多的重要的新闻值得我们去关注。这是我们不是，虽然我们这个节目是我在主持，但是这是个公共的空间，我们不能浪费这种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应该去讨论更重要、更有价值的内容情况，《纽约时报》报道，蒙古国最近2星期感染人数突然增加70%，其国内完全打完2针疫苗的人口已经超过一半，但是打的主要是中国疫苗，余下一小部分是俄国疫苗。媒体因此质疑中国疫苗的效果。那他已经说过了，他只保护发病，只提供发病保护，不提供这个感染保护的所以他不就继续感染呗？观点：美国把辉瑞的产能包下来，主要是想在疫苗供给上取得主控权，增加国际事务的影响力OK， 观点也对观点：美国和欧洲的结盟再度加强，有很多贡献都源于习的一系列组合拳的推波助澜。习真的不愧是总加厨师非常正确。请问王先生怎么看待新闻联播报道把彭丽媛放在栗战书之后，胡春华之前，彭已经副国级了吗？如果放到胡春华之前的话，那就是副国级；放到胡春华之后，都有可能是副国级以前没有这样的先例，他以前江青也算是副国级了政治局进了政治局常委了，也是副国级了江青也算副国级，会不会跟这个走？我不知道这个没有看，我没有跟进这个新闻提问：王先生曾经说中共把民族主义当尿壶，请问民族主义和中共现在大力宣传的爱国主义有什么区别？其实有区别，是什么？民族主义在当初中共建政之前也是中共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是针对什么呢？针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那个时候就不提那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有什么区别？在现在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主要是民族主义是对外的，拿来打外国的，只要打外国他就讲民族主义。所以爱国主义是什么？爱国主义可以讲是对内的，也可以讲对外的。所以其实通常中共都不大提民族主义，通常是提爱国主义情况：我高2的儿子打辉瑞疫苗，首针已经超过2周，周一收到校方和卫生局的2封电邮，说他班上有个确诊病例，通知他隔离和检测。他周2检测，今天收到阴性的通知。他最后一次跟病例接触是7天前，如果被感染，应该会检测到。我亲身见证了疫苗的有效性提问：80到90年代，香港是否有民间组织持续帮扶大陆被日本人迫害过的幸存者吗？我小时候街道对面住着孤寡老太太，听我父亲说，曾经是日军慰安妇，后来还接受过电视采访。那时经济还不行，镇上小学6·1节目经费还是校长亲自跑企业拉赞助的，但老太太日子过得不错，应该是有香港人救助。我爸还请她帮忙买过香港的跌打药水。老太太生活很低调，默默终老。
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很正常，有的话也不意外。香港有很多的慈善团体，它有各种叫什么各种慈善的目标对象啊，所以我不觉得意外，如果真的有的话啊。但是香港的慈善团体实在太多哈，我也不太参与这些事情，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啊。观点：防火墙不可能被推倒，除非中共被推倒。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防火墙能不能推，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对于中国来说，防火墙是它的主权啊。那么西方国家真的要去针对防火墙进行，比如说拆防火墙的动作，拆防火墙这个动作，毫无疑问这是个战争行为。你想一下嘛，你把你城墙给拆了，你算不算战争？这是战争行为。所以以前呢，就不断的有人在推特上或者是在 YouTube 上问我，为什么西方国家不去推掉中国的防火墙？我都是这么答，就是防火墙是一个国家设施，虽然中共把这个国家设施当做他的为了他的私利啊，但是它的确是个国家设施。那西方国家有没有这样的法理去动这个东西呢？西方国家是没有这个法理去动这件事情。但是西方国家有没有办法针对这个防火墙采取行动呢？那是有的，那绝对是有的。那么当然，就是今天这个欧盟和美国的联合声明里面讲到，要用互联网促进这个民主啊，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价值的，绝对是有价值。也就是说，互联网的这种开放，美国和西方国家可以针对中国的这种防火墙采取一些行动，而这个行动是有针对性的行动。它就会产生影响啊，这些影响会非常的大，所以，会不会拆掉、推倒呢？不一定是推倒，但是是行动，可以采取行动，我认为是可以的啊。那么推不推得倒，那就要看了，我们就不猜得这么细了啊。情况：南京师范大学中北学院学生抗议被警察殴打，很残忍。起因是文凭降为纸本，学生抗议。中北学院通过查课、查寝等方式确定抗议学生名单，让各班班长劝回参与抗议的学生，明确表示事情平息后要对参与抗议的学生进行处分或者开除处理。某班长更是语重心长地对同班同学说：“看看香港废青最后的下场，这次风波要步香港后尘。”共产党最厉害的就是秋后算账。这为什么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有一点，就是中共的手段就是对付老百姓啊，最厉害。所以这些他就是干这种事情啊。在中国呢，反抗有两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涉及个人利益；第二个特点呢，就涉及公众利益。那么涉及公众利益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民运人士、很多意见人士啊，中共把他们抓去坐牢。那么像李旺阳啊，就最后死，啊，像刘晓波啊这些我们都知道的，但是其实有大量的是我们不知道的人被就是为了我们的利益牺牲掉。那么这些为了个人的利益维权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我就昨天也好，前天也好，我都看到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说法，说什么说法呢？就是当这些维权的人士跑上网去呼救的时候，
然后就有人开始跑出来讲，你看看香港当时你有没有骂过香港人？香港人的废青，当时有没有骂过？就是这样，中共很擅长做这件事情，就是他对付这5%的时候，其他的人还会帮忙中共。然后当他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你去呼救呢，其他人就会问一句：当时你有没有帮政府骂那另外的5%？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要想一下什么？想一想被中共镇压的那些人，包括谁哈？包括其他的维权人士，包括香港人，包括新疆人，包括蒙古人，包括西藏人，他们在被政府镇压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态度？我们每个人都要想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想明白这一点之后，这些人受到的伤害才有价值，否则呢，永远都会发生我们之前讲的这件事情，就是当香港的年轻人在马路上被香港警察或者被武警打得血肉横飞的时候，那个来自大陆的那个年轻人在后面骂废青，过了不久。这个骂香港废青的年轻人，在南京商学院、中北学院被警察也打得血肉横飞，这种事情不断的在发生，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不要去争论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大家都看清楚这些事情发生的本质是什么？支持香港人，支持新疆人，支持所有被压迫的人，总有一天你也会被别人支持啊，这个很重要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